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讲一个比较震撼的这个句子：谁也别想活着离开。那么这句话呢，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认为说，你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我们离开的时候当然不是活着，我们活着的时候当然不是离开。这里讲的离开，当然就是离开我们这个所谓的世间，也就是俗语所说的死了，去世了。那么我们人呢会死，人会去世，这个是一个必然的这个过程，生老病死。那么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活着离开的，当然是死了我们才离开这个世界。那么为什么一下子我们要讲这句话呢？那么尤其在这样的一个时候这句话呢，对很多人可能呢会觉得说受不了，因为呢你没有给我们鼓励，然后你反而呢用这样的话呢来有点像恐吓我们。其实呢这句话的意思呢，只是要忽然间用一个警钟敲我们一下。那为什么要这样子敲呢？这样子敲呢，就是让我们做一个准备。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最终我们的这个人生的终点，它一定是这样的一回事。那么既然是这样的一回事呢，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它呢？在佛法的修行里面，生死是大事。那么实际上呢，佛教的修行里面呢，我们是要先能够了这个死，那我们就能够了这个生。意思是说，我们呢要能够看出生死的一个必然的这个过程。那么所以死对每一个生命来讲，它既然是最终的一个终点站，那我们一定要走到那边。就好像说我们参加一个比赛，我们一定要跑到终点。但是你要跑到终点的时候呢，你怎么样在这个过程里面把这段路呢走好跑好，那么这个呢是很重要的。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一个必然的事实，但是呢我们可以正念生死。所谓正念生死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不管我们做了多少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呢到最后的时候我们都要放下的。那么既然我们都要放下这些事情，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当然要把它做到最好所谓做到最好呢，就是当我们在生命的这个旅程里面还没有走到终点站，我们是不是已经尽我们的力量把我们的日子过好？那么当我们能够看透生和死的一个必然的这个联系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把心安住下来。然后我们把心安住下来呢，我们就知道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我们所做的一切呢，它都能够有它的这个意义。既然我们知道了，我们能够把生命的意义呢，在我们有生之年发挥的更好，那为什么我们不去用心把它做好呢？当然我们也知道，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习气，很多的一些烦恼。但是这些习气烦恼呢，虽然可能会障碍我们想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当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些烦恼和习气呢障碍我们的时候，它实际上就是提供一些实际因缘，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让我们知道自己呢能够做得更好的时候，那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力量呢都发挥出来。那么生死是一个必然的这个现象，那
那么自然界就是这样子的运作。既然这样子呢，当我们面对生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安心的去面对它，去接受它。然后如果我们能够安心的面对和接受的时候，任何威胁或者是任何现象干扰到我们的生命，或者是可能会导致我们死亡的这个现象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恐慌包括现在疫情出现了，我们不恐慌，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自然界或者是因缘生因缘灭所显现出来的一个现象。但是呢我们不恐慌，并不是表示说我们故意就要让自己呢去终结这个生命，而是在这个不恐慌的状态之下，如何让我们的生命发挥得更好。那么我们发觉到说，在很多专家包括一些行政人员发出一些警惕给我们的时候呢，然后甚至呢制定一些法令呢来告诫我们如何避免这些不必要的这种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安心的然后呢去把这个法守好它。就好像我们学佛的人，我们守戒，那么守好戒的时候呢，自然我们一些不好的行为会导致不好这个成果或者不好结果的这个行为就减少了。那么既然减少了以后呢，当然我们就可以避免一些不好的问题、不好的现象呢显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当然我们就发现到说，我们可以让自己安心下来。那么当我们安心的守好这个法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就正常了。我们过着正常的生活，然后用一种平常的心来过，然后用一种平常的心来面对，用一种平常的心过着我们正常的这个生活。那么这个呢是我们都可以做到的。那么前提是我们必须要能够把这个生死的这个现实看清楚。当然有很多包括宗教包括一些哲学，对于我们的生和死都做了一些理论或者是思想的一种启发，乃至一些信仰的一种指导。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去吸收学习。那么用这样的一种道理，用这样的一个信仰，用这样的一个思想来安顿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在这个过程里面能够安心下来。所以当你必须要走的时候，必须要离开的时候，你会走得安心，那么也会让自己呢因为安心的走。那当然我们就知道从信仰的角度里面呢，我们可以到更好的地方去。所以呢，大家不要担心这个问题，不要因为这个问题而恐慌，这样子呢，这个安心就无畏了，无惧了，无挂碍，无恐怖。谢谢大家。